遥，不招摇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娇，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足道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一夜手心连招，再无牵挂的放下。斩断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坦荡精神的强大，千般气焰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周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成始终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我是他的堂妹，南宫平。哦，你就是黄风谷的那个小混蛋。你的事情，姐姐都和我说过了。说，他全跟你说了？是啊，全说了。你的各种无耻行径，简直是罄竹难书。最过分的是，你竟敢送给他什么定颜丹？怎么，还拐弯抹角骂人老吗？我听到此事后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跑去黄风谷将你抓来，切碎了喂灵兽。所以前辈今日就恩将仇报，吸了我全身法力。哼，你这是恶有恶报，自己结下的因果，怨得了谁？这次给你留点教训，让你以后再充什么豪杰，学人英雄救美。这一家子人的性格怎么都这么一言难尽？不过他说的也对，以后可不能贸然行事了。前辈既是他的堂妹，那晚辈此番所为也算是投桃报李了，前辈无需多虑。只可惜晚辈修为尚浅，这一身微薄法力皆付流水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。不过嘛，你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，行事还算机灵。虽然昨天是把我当成了堂姐才出手，但好歹也算是助了我。这个人情，日后还是要还你的。谢过前辈。总算是没有性命之忧了。虽然境界一时跌落至炼气期，但这也正好与三转重阴功的效果暗合，算是歪打正着。不过还要如此再重复2次，才有顺利结丹的把握。这位南宫前辈也真有意思，随身还带着锅碗，还有各种珍稀食材。我这是有多久没自己做过饭菜了？还真有点怀念齐玄门那段日子。
这个小混蛋又趁机占我便宜。要不是看他法力全失，我真的……算了，他师傅不在了，门派也回不去了，也是个可怜之人。南宫前辈，这是灵米、灵泉和灵植熬制而成的补气羹，还请趁热吃吧。世人皆道我们修士不食人间烟火，整日餐风饮霞。殊不知这灵米、灵植依照象性调配，再以控火之术缓缓熬制，才是真真正正的世间美味。可不是，没想到你这小子还会做饭，看来平日没少开小灶啊。前辈吃得满意就好。好了，说说吧，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既然不是南宫婉，那传送阵的事，还是先隐瞒一下吧。经此变故，黄风谷是回不去了。晚辈此前得知此地有个灵石矿场已被魔道控制，但手备薄弱，原本想取些不义之财，远赴他乡寻觅青山秀水，静心修炼。只是这样一闹，动静有些大了，多半怕是难以成行了。哦，这是跟我讨要好处呢。也罢，看在他此前还算仗义，就给他个机会吧。虽说是不义之财，但此处乃魔道腹地，还是莫要以身犯险了。这样好了，给你2条路选：一是我给你一定数量的灵石和修炼资源，来弥补你修为上的损失和此前出手相助的因果；二是你与我一同回偃月宗。和前辈回偃月宗？别想歪啊！我是说，让你拜入本门其他结丹修士门下，尽快恢复原来的修为。偃月宗传承1000年，许多秘术可是向不外传的，神妙之处，外人根本无法想象。昨天吸取你修为的功法，就是其中一种，而且说不定还能结识些青春靓丽的师妹呢。条件如此悬殊，难道他故意让我选和他走？可是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又要寄人篱下？怎么样，决定好了吗？想好了，谢谢前辈好意。但是晚辈闲散惯了，还是选灵石吧。至于修为，晚辈会自己想办法恢复的，就不劳前辈费心了。这么多，这些应该足够修复传送阵了。没
没想到这位南宫前辈出手这么阔绰，谢过前辈。好了，现在即使再说改主意也晚了。既然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，我也不强求。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今日的决定。晚辈醒得了，既如此，晚辈就先告辞了。你这就要走了吗？也罢，你现在法力大减，怕不是那些魔道修士对手。待我先出去杀他一阵，引开他们注意，你再自行离去吧。谢前辈。不用谢，我只是不想留下因果影响道心，才不是为了帮你。防护做得不错，看来你的保命手段还真是不少。前辈见笑了，此阵乃晚辈一位友人之作。哦，观此阵有困敌、遁术等诸多变化，着实不错，就是缺了些杀招。你这位友人，多半是位不喜杀伐的姑娘吧？小子，我走了，后会有期。此间事了，我也该走了。禀少主，查过了，这里没人，但灶堂最近用过，他们多半已经走了。可恶！那偃月宗女修明明已被鬼老童老重伤，没想到恢复得如此之快，伤了我几个好手不说，还有闲情逸致在此吃食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从他用的功法，还真看不出来什么根脚，好像什么都会着。而且少主，您说董小姐为什么要帮他们呢？莫非是和这俩人有啥关系？有关系？难道此人是黄风谷的余孽？这就说得通了。适才他佯装被擒，就是为了给此二人掩护。没想到这董师妹还是个重情重义的。不过适才那人是谁？不随黄风谷那些余孽逃命，却反道而行，深入我鬼灵门腹地，还与这偃月宗结丹修士相识。看来此人身份不一般呢。给我把他找出来，本座要亲自审讯他。走。是。
一吻归程，心静如止水，泪里有乾坤。半生浮沉，莫问那旧时前尘。愿这一双手也能摘下星辰。点燃一盏明灯，叫我在